1849年，当一名叫卡尔·科尔纳的物理天才在德国打磨第一片显微镜镜片时，他或许想不到，这家显微镜作坊将在100多年后掀起影像世界的革命。100年后的今天，这份对于光学的执着，正在一部智能手机上以不一样的形态延续。Hello， 大家好，我是 JK， 就是18天分享多一点。本期视频我们来聊聊小米15 Ultra。首先来看外观，我们工作室有2台小米15 Ultra， 黑银和绿银2台双拼色。这也是今年超大杯的主推色，对比另外黑白2个纯色版本，双拼色在机身背面多了一个圆角矩形的 Ultra 名牌进行点缀。如果这个名牌能换成徕卡的可乐标就更好了，情绪价值会更拉满。那这次镜头呆口占比比上一代14 Ultra 更大，日常握持依旧顶手，横向握持左手依旧会碰到镜头呆口，所以对游戏党用户来说，这种超大杯确实谨慎考虑。那背板与镜头呆口之间做了火山口过渡处理，从侧面看比14 Ultra 看起来更加的协调顺滑，显得没有那么突兀。这次的背板材质，机身背面整体采用了素皮和玻纤拼接设计，衔接过渡处理都不错，看不出有明显的缝隙，摸着呢也没有割手的感觉。这里呢要提醒一下啊，这次的素皮只是普通的 PU 素皮材质，不是上一代的科技纳米皮。来到正面，这次屏幕依旧是采用了与15 Pro 同款的6.73英寸全等深微曲屏。对比纯直屏啊，我个人是更加偏好于这种全等深微曲屏设计的。机身顶部为了隐藏式设计，取消了顶部带扬声器开孔。机身底部的充电口呢，这次也没有做注塑处理，充电口保护性会有所降低。音量键也更加紧实了，终于不再松垮了。实测拼色版裸机重量约230克，对比上一代14 Ultra 素皮版重了大概5克左右。总体来讲啊，这一代整机的握持手感，我觉得对比14 Ultra 是有提升的。那这次15 Ultra 外观设计灵感，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致敬了徕卡相机的经典复古风格。熟悉徕卡相机的朋友都知道，今年是徕卡首款35毫米焦段徕卡1型问世的100周年，而今年发布的小米15 Ultra， 我觉得这算是小米与徕卡跨越100年的时空对话。我个人认为啊，在外观设计方面，这是近几年从小米12S Ultra 起，这4代超大杯里最具个性化设计和高级感的超大杯影像旗舰。那接下来带大家伙看看小米15 Ultra 的整机配置，给大家拉个表看看啊，说2个我个人使用下来感知比较强的点。第一个呢就是屏幕，先说优点，这块屏幕啊正面观感依旧十分优秀，对比 iPhone 16 Pro Max 色准表现还是很不错的。那支持全屏 AOD 息屏显示，缺点呢就是这块屏幕啊，它可视角度还是有点拉胯，较大角度倾斜去观看屏幕会有明显偏绿的情况。在全屏激发亮度方面，关闭自动亮度，开启阳光模式，亮度拉到最高，测试白碟 HDR 视频，小米15 Ultra 的全屏激发亮度能达到1900尼特。那第二个呢，就是在电池方面，15 Ultra 的电池容量是6000毫安时。对比上一代14 Ultra 大了700毫安时。关于续航情况呢，我分享一下2个日常使用场景给大家参考。第一个场景呢，全天双卡 5G 加 WiFi， 重度使用微信、小红书、B 站、微博这4个 app， 满电出门，从上午9点半用到晚上6点半左右，还剩15%的电量。第二个场景是全天双卡 5G。户外 City Walk 重度拍照的使用情况，满电出门，从中午12点用到下午5点左右，电量还剩25%。那关于系统体验啊，我就直接说结论，在功能性上整了很多新活，比如现在桌面壁纸支持了模糊效果，锁屏壁纸新增了透镜效果，每次解锁都能看到不一样的流动。那这次 AI 动态壁纸支持人物、动物、动漫的照片生成动态壁纸，而且生成的动态壁纸质量还真挺高。那希望日后呢能增加一个循环播放的开关。并且现在还支持与 iPhone 互传 Live Photo。在留声路方面，15 Ultra 的澎湃 OS 2.0 日常用起来比14 Ultra 要更加流畅，但目前系统还是有一些不够稳定。说几个我在初期系统版本和最新版本下遇到的系统问题和一些交互逻辑问题。第一，在初期版本上，从相机 App 返回桌面的时候，桌面壁纸会抽搐跳帧，这是一个固定触发的 bug， 只有相机 App 会触发。但是在3月19日晚上升级了新版以后，这个 bug 修复了。第二，在用无线蓝牙耳机听歌刷朋友圈，只要朋友圈界面出现视频，歌曲就会自动跳进1秒左右。新的工作追求是不是缺什么？生活风评打卡
这个 bug 其实在14 Ultra 上就已经存在了，并且100%能复现，希望小米能够抓紧解决。第三，前不久超级小爱也接入了 DeepSeek。一开始呢，我在超级小爱界面里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DeepSeek 的入口在哪儿，然后上网一查才发现，原来是在右上方发现功能里下滑找到特色智能体才能看到，或者直接打字输入打开 DeepSeek 或启动 DeepSeek， 它才会跳转到 DeepSeek 的对话界面，就藏的还挺深的哈。感觉像是在找彩蛋一样。我建议后续能够参考友商啊，比如说 vivo 的蓝心小 V， 在对话框下方增加一个 DeepSeek 入口。第4点啊，就是在相册播放视频的时候呢，底部菜单栏分享、编辑和删除键就消失了。想删除、分享和编辑，就要返回相册再点进去视频才行。这个逻辑就有点奇怪。然后呢，我再提几个我认为能增加用户幸福感的小建议。第一点就是长截图功能去覆盖更多第三方 App。目前长截图功能存在一些在第三方 App 场景下不能用的情况。长截图这个功能啊，我相信很多小伙伴日常使用的比较多啊，除了苹果用户啊。我用过这么多品牌的主力机，长截图在蓝厂手机上体验是最好的，基本上90%的应用界面都能够使用。希望小米也能够模仿一下隔壁友商，完善好这个功能。第二呢，就是新增一个双击桌面空白处熄屏的功能。这个呢，我在使用 magicOS、OrangeOS、ColorOS 的时候都会开启，不仅操作方便、响应灵敏，而且不需要频繁的按开关键。希望小米也能加入这个功能。那小小的总结一下，小米15 Ultra 上的澎湃 OS 2.0对比小米15系列啊，并未带来颠覆性的体验和感知上的进步，长期拿来当主力机使用，基本是没什么问题的。值得肯定的是啊，现在的系统 OTA 推送速度要比之前积极了很多，并且小米手机各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也会在网上积极的回答和询问用户意见，这种态度肯定是喜闻乐见的，希望他们能够再接再厉。OK， 那终于来到了这款产品的重头环节——影像。首先来看看这次改动比较大的相机界面。新版的相机 UI 布局更加简洁，从默认右滑进入更多菜单，变为上滑打开更多菜单。现在下拉工具栏和打开更多模式的界面会有一个实时模糊的效果。现在夜景模式和景深融合功能都集成在自动模式里，当识别到暗光或者近距离拍摄环境，预览窗左下角就会显示相对应的图标。这次还有个小细节，就是相机 UI 里面的字体都改为了与徕卡相机同款的字体，视觉上也确实增加了一些仪式感和新鲜感。来到相机设置界面，现在分为相机、录像以及通用3个2级菜单，操作逻辑呢会更加清晰直观，并且还增加了2个比较有趣的新功能。第一个它这次有8种快门声音，给大家听听。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经典的快门声音。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自定义设置街拍模式的快门按钮样式。聊到街拍模式，这里有个小彩蛋，我们后面聊。然后给大家看看这次相机的硬件规格参数，这是目前唯一一台搭载1英寸主摄和2亿像素大底长焦的影像旗舰，实际成像效果先给大家放些样张。徕卡生动模式下直出的照片呢，依旧十分讨喜，色彩鲜明，但不会过分浓郁，影调相对柔和，整体画面偏向明亮轻快，比较能还原当时肉眼所看到的感觉，并且保留了更多的高光与暗部细节，适合拍一些自然风光、色彩层次比较丰富以及光线比较复杂的场景。不过我日常用的最多的还是徕卡经典，相比徕卡生动，明暗对比度更高，色彩偏沉稳，没有那么多数码味儿，还原更多自然光影下的真实纹理与自然过渡，适合一些在光影对比高的场景来进行创作，更适合拍人文题材以及具有艺术感和故事感的照片。那在专业模式下呢，你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调整专业参数和自定义摄影风格。我也弄了几套仿相机滤镜的预设参数给大家展示一下，把预设参数也放在视频里分享给大家，希望各位喜欢。那这次超广角的硬件规格呢，对比上一代的小米14 Ultra 其实是降级了的。与上一代对比一下，超广角的实际效果，其实我个人倒并不是很在意这个降级啊，因为我日常用超广角真的是太少了。那主摄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砍掉了无极可变光圈，这一点我确实觉得挺可惜的。因为近摄拍物体的时候呢，会出现边缘发虚的情况，后期呢依靠算法模拟虚化，肯定不如物理上的虚化来的自然，也不能通过缩小光圈实现星芒效果。这颗直立长焦的焦段从上一代的3.2倍变到了3倍，依旧支持长焦微距，也是我日常使用率最高的一颗镜头。
平时用来拍美食、宠物、特写的成像素质和出片率都非常高。而这次最大的升级就是这颗2亿像素的大底超长焦。那直出照片，无论是解析力、画面纯净度，还有噪点控制都非常的好。我平时喜欢拿来拍一些远处的建筑，纹理清晰。在拍照界面点击4.3倍焦段，还能够快速切换到200毫米和400毫米。这颗长焦，我觉得白天拉到30倍以下，拍摄出来的照片都高度可用。那感到可惜的是，这颗2亿长焦并没有像 vivo X200 Pro 上那颗支持长焦微距。我们来到城市夜景，4颗摄像头的表现都不错，画面纯净，光影层次分明，噪点控制也不错。特别是这颗2亿像素的长焦，拍摄出来的画质非常惊艳。不过在夜景暗光环境下，焦段切换的过渡动画给我卡成 PPT 了。那街拍模式对我个人来讲呢，是一个加了滤镜的抓拍模式。这次除了预览窗界面更新外，固定焦段也有了变化。画幅比例取消了9:16和全屏画幅，只有1:1、3:4和2:3。结合这个街拍模式，再来聊聊这次的摄影套装。我们拿到的是黑红配色，摄影套装保护壳的背部材质是素皮，这个外观颜值我个人觉得其实比较一般啊，大家伙觉得好看吗？而且这个壳啊，很明显是用上一代的模具进行改装的，背后的开孔位置连15 Ultra 机身背后的小米 logo 都对不上。哎，还记得我刚刚提到的街拍小彩蛋吗？套上摄影套装的保护壳，插入握柄。预览窗会出现一个新图标，点进去会变成类似徕卡相机的操作界面，界面 UI 设计相当复古，街拍信仰直接拉满。但是这个摄影套装，我个人其实不是特别推荐大家购买，999元的起售价，性价比不高。整机套上以后呢，重量超过了300克，反而增加了握持负担，背离了手机便携的优势，更像是一个为了情怀和扫街仪式感而买单的奢侈玩具。卡尔科尔纳在打磨显微镜镜片时，大概想不到他手中那片玻璃的余温会在176年后凝结成为一部能塞进口袋的智能手机。小米15 Ultra 正是这场跨越3个世纪的光学革命最浪漫的主角。小米15 Ultra 就职18天，它像是一位脾气古怪但又才华横溢的旅伴。你会吐槽它有些遗憾的系统体验，在户外阳光下看得费劲的屏幕，甚至偶尔卡成 PPT 的变焦动画。但每当按下快门，它都能让我原谅它的不完美。手机影像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大部分人记录和分享生活的方式。多年后回看一张张老照片，逝去的回忆浮现眼前，你一定会感叹当年有这么一位好伙伴，帮你记录下了这一个个瞬间。那么屏幕前的你，用手机拍下了哪些生活瞬间呢？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OK， 那本期视频的整人就是这么多。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评论、转发。我是 HK， 我们下期视频见，有个好运，拜拜。